你说你被骗婚了？没错，结婚前我以为我老婆是贤妻良母，没想到结婚后，她就暴露了好吃懒做的本性。老公娶你回来是让你享福的，这种脏活累活交给我就好。6年来不仅1分钱不挣，我每天累死累活加班，回来还要洗衣服做饭伺候她，这种日子我1天都过不下去了。为了帮他拉客户，我喝到胃出血。你要是把这3壶给喝掉，我就追加投资。没问题，王总。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，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闻你的呼吸。好，顾总找了个好媳妇儿啊！是啊，这个项目我定了，来，谢谢王总。可到他嘴里，我居然成了好吃懒做的贱人。李律师，我想请你做我的离婚诉讼律师，可以吗？那你的诉求是什么？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挣的钱，绝不能落到那个贱人手里。我要让他净身出户，净身出户。思培哥哥，刚才那个律师的声音怎么那么像你家那个黄脸婆呀？你肯定听错了，人家可是业界第1的金牌律师，前途无量，怎么可能是我家那个混吃等死的米虫呢？哎，对了，李律师直播间抽的礼品在哪？晚上我要带回去。你都要跟那个黄脸婆离婚了，干嘛还送她？哎呀，人家李律师还没答应接我的委托呢，现在不是撕破脸的时候，先混吧。乖。哎呀，我老婆可真是贤惠啊！来，看看，这是老公给你准备的结婚纪念日礼物，打开看看。今天跟我连线的真的是他。怎么了，老婆？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这可是老公给你准备的卡地亚高奢项链。我拼夕夕9块9买的项链，他居然说成是大牌奢侈。老公给你戴上。他以前也是拿地摊货和赠品糊弄，我就这样傻傻的被他骗了6年。不用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是这项链你不喜欢吗？那老公啊，给你发红包，你喜欢什么就自己买。非自愿走，离婚后可以追回。他以为我不懂法，结婚6年来每次转账都会备注。我为了他隐姓埋名当了6年的家庭主妇，真的值得吗？哎，对了，老婆，今晚想吃点什么？我给你做。随便。行，那我去准备一下。我买了你最喜欢的吊带睡衣，哥哥等你哦。原来他在外面偷腥了，怪不得要让我净身出户。老婆，你是不是忘记买菜？谁让你看我手机的？老婆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啊，没事就好。老婆，你刚才有看见什么吗？看到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来。老婆，我项目出了点问题，我得赶紧去处理一下。你在家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你自己记得吃饭啊。真是可笑，接了个闹钟。洋洋，我好像在酒吧看到你老公了，左拥右抱的，什么情况啊？地址发我。来，喝酒，来。顾哥，打算什么时候给婉姐一个名分？我呀，早就想和那个黄脸婆离婚了，每次玩弄她的时候，都像条死鱼一样，一点劲都没有。
哪里比得上我的婉婉？哎哥，外面都说你挺爱你老婆的呀，离婚真的假的？是啊，不是都说你是宠妻狂魔吗？宠妻狂魔，可笑！你们不会真信了吧？我这是在树立人设，就是不想让他分走我的财产而已。而且啊，我送给他的都是婉婉不要的东西，转账我也留了个心眼儿，离婚后可以追回的。非得是你啊，有先见之明。来，干了啊！来，走一个。都不许养鱼啊！顾思培，既然你这么想离婚，那如你所愿。顾先生，您的离婚官司已经……喂，师兄，是我要复出，打一场离婚官司。李律师，诉讼材料准备好了吗？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太好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，想一举歼灭压榨我的黄脸婆了。收到，我马上提交法院。你要不要再看一眼？不用，我相信我的金牌律师大人，我的幸福未来就靠你了。一点心意，还请收下。自愿赠。几天不着家，一回来就带着小三，看来是势在必得，连装都不装。老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秘书何婉。姚学姐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疼。老婆，最近呢公司比较忙，我让婉婉住进家里，好跟我一起开展工作。知道了。你不介意啊？你不想说些什么？我应该说些什么？我懂了，他这是以退为进，祈求我的怜悯。他还真是爱我爱的深沉呢。老婆，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，不适合总要散。软床给你睡。不过思培哥哥，那个黄脸婆不跟你离婚怎么办？唉，我已经给他打过预防针了，他要是聪明的话，会明白我的意思。只希望离婚的时候，他不要太爱我，缠着我不放。讨厌。思培哥哥，你做的小馄饨就是好吃。你也坐下吃吧。不用，我有洁癖。等等，这里有你的快递，我替你先收了。这是离婚诉讼的法律文书，开庭时间在3天后。是我主动上诉的，姚雪，情深缘浅，我们之间到此为止，你也不必苦苦哀求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吗？好了，你也别装作坚强，想哭哭出来吧。这句话还是留给你吧，到时候有你哭的。姚雪姐姐，你就别嘴硬了，需不需要我们帮你找个律师啊？虽然比不上思培哥哥重金找来的律师，但是可以让你输的没有那么难看哦。毕竟我们夫妻一场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一定会帮忙。不用了，这场官司我必赢。我要找的金牌律师可是业界第一，拿过全球律师竞赛的第1名，你要找谁来救场，都不可能赢他。那就3天以后拭目以待吧。哎，姚学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拿点东西。我去叫楚律师。获得此次全球律师竞赛第1名的是李瑶雪律师。
全球律师金奖是所有律师梦寐以求的荣耀，你是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女性律师。没想到这些东西你们还留着。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，金牌律师。你是金牌律师？你是金牌律师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说你一句，你还真装上了。哦，原来你是来找律师听你诉讼的吧？我劝你啊，别白费心思，不管你找哪个律师，都毫无胜算。他就是你老公？是啊，6年前我抛下一切跟他结婚，现在他有新欢，却要过河拆桥。楚律师，别听他胡言乱语啊，他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。这6年来，要不是我养着你，早就饿死街头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？你说的对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还不知道能过上什么日子。你知道就好。这样吧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2万块撒谎费，只要你同意净身出户，我就不起诉。你就拿这么一点钱来打发我？这6年来你吃我的花我没要你钱就已经是开恩了。你现在同意还能要这笔钱，等上了法庭，1分也别想要。滚！好，李瑶雪，你可别后悔。瑶雪，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我没事的，师兄。我现在就很期待开庭，让人渣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好。这是你6年前寄存在这里的，现在也该物归原主了。欢迎回来，李律师。谢谢师兄。把这些垃圾还有他的衣服都给我打包扔出去。好的。住手！顾思培，你在干什么？打完这场离婚官司，这房子就是我的了。我提前帮你把东西收拾好而已。房子是我买的，凭什么给你？凭我养了你6年，只收你套房子，已经算是便宜你。顾思培，你别白日做梦了。该是我的东西，你1分也休想拿走。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能打赢这场官司吧？我这次请的律师可是业界第一，拿过全球律师金赛第1名的李律师。所以呢？也对，你一个家庭主妇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律师金奖？这可是律师界的最高奖项，全球获此殊荣的不超过3个人。更何况李律师从业以来从无败绩。至于你，既没钱也没人脉，你能请得起什么律师啊？你就别嘴硬了，你是绝对不可能赢的。那就明天法庭见，我要让你看看我到底怎么赢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这场官司你输定，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。亲爱的，你请的那个李律师怎么还没到啊？该不会他不来了吧？可能是路上堵车，再等等。来了，一定是李律师，也就李律师有这么大的排场。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你是律师？她一个家庭主妇怎么可能是律师？刘雪，你不会是找不到律师，准备自己上手？对付你，我还不需要请律师。
装的还挺像，还请了一帮群演。你就别装了，等一会儿开庭了，我看你怎么嘴硬。我们走。你真是自信过头了，竟然真的不找律师啊？你的律师呢？马上就到了。是吗？李律师答应过我，他一定会来。原告，马上要开庭了，你的代理律师到了吗？啊，马上。李律师，你到哪儿了？马上开庭了。我已经到了。顾先生，离婚诉讼开始了。李有雪，你耍我！我没耍你啊，不是你要求我出庭的吗？我这不是如约而至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冒充李律师！肃静，离婚诉讼现在开庭。原告是否有代理律师出庭？没有。请原告递交诉讼材料，并提出你的诉讼要求。李律师，诉讼材料准备好了吗？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我已经迫不及待，想一举歼灭压榨我的黄脸婆了。收到，我马上提交法院。你要不要再看一眼？不用，我相信我的金牌律师大人，我的幸福未来就靠你了。是你调换了诉讼材料，你是故意的！顾思培，你现在发疯，简直是给我当庭送证据！肃静，请原告回到你的座位。法官大人，这就是他平时对我的态度。他对我随意打骂，在他的长期家暴之下，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。你放屁！你放屁！肃静，原告。如果你再无视法庭纪律，将会被处以扰乱法庭纪律罪。思培，你别被他给激怒了，他是故意的，别让他牵着鼻子走。现在，请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和理由。法官大人，我们感情破裂了，这个女人背着我出轨，她不履行夫妻义务，还拿着我的钱去包养小白脸，我要求让她净身出户。原告可有被告出轨的证据？我每个月都给他一大笔的生活费，节假日都给他转账发红包，总金额起码达到100万。他的卡里居然1分钱都没有留下，这么多钱，他除了找小白脸还能做什么？我要求被告退还我6年来给他转的所有钱，我送给他的礼物要全部折算成现金还给我。还有我的财产，他1分也别想要，让他净身出户。现在，请被告陈述诉讼请求。我的诉求就是驳回原告一切诉讼请求，并要求原告赔偿我6年以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损失。你做什么白日梦呢？结婚这几年，你不都在家里吃白饭吗？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凭什么给你？告诉我，想都别想！肃静，现在由被告提出举证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证据。法官大人，这些是我6年以来的购物小票，可以证明他给我的钱全部用在购买夫妻共同生活用品之上，以及为他购买高额奢侈品。生活用品1个月能花几个钱？再说了，你给我买过什么奢侈品？不都是我给你买终身礼物吗？我心疼你熬夜忙工作，特地去买海参鲍鱼给你补身子，这些东西难道吃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还有你身上穿的西装外套，
衬衫、领结、皮鞋，甚至内裤，哪一样不是我买？为了让你出去应酬有面子，哪一件不是价值不菲的奢侈品？法官大人，原告说我买了高奢礼物，让我折算成现金给他。我要求原告提供票据。同意。原告，请拿出证据。发票早就不见了，哪像你心机那么重啊？买个内裤也要记着。原告没有证据，我有。我可以证明原告拿假货糊弄，还试图以次充好，骗取钱财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堂堂公司老总，我会买假货？原告口中所谓的高奢礼物，我已经拿去专柜鉴定过了。柜员说这不过是10几块钱的地摊货而已。这是鉴定报告。魏小雪，你竟然敢拿去鉴定，你好重的心机，你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是吗？原告给我的钱全部用作日常生活开销，原告给我的高价礼物也都是假货，还请法官驳回原告退回钱财的诉求。证据属实，被告可还有其他支持诉讼请求的证据？魏小雪，你也就只有这些证据了是吧？转你的钱我可以不要，但是你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。谁说我没有证据了？法官大人，这里面是原告出轨的事实证据，我申请展示。同意。我呀，早就想和那个黄脸婆离婚了。每次玩弄她的时候，跟条死鱼一样，哪里比得上我的婉婉呢？不是都说你是宠妻狂魔吗？宠妻狂魔？你们不会真信了吧？我这是在树立人设，就是不想让她分走我的财产而已。转账我也留了个心眼，离婚后都可以追回的。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？原告婚内出轨，并且挪用夫妻共同财产给前任买礼物。我要求原告的情人将所有礼物按价退回给我，并且申请让原告净身出户。不可能！法官大人，这个视频是大合成的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。这个视频是大合成的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。肃静，证据的真实性，法院自会审判。休庭30分钟，核验证据。思培哥哥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帮你找了蒋凡律师帮你打官司，他马上就到了。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蒋凡可是律师竞赛的前10名，多少人想见他一面都难。你真约到了？蒋律师已经答应帮你打离婚官司了。婉婉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！只要蒋律师能帮我，这场官司我肯定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蒋凡曾经在律师竞赛上输给过我，你也只配找我的手下败将来帮你了。李瑶雪，你就别逞强了，你不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些法律知识吗？真把自己当金牌律师了？一会儿等蒋律师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。好啊，那我等着你叫人来。蒋律师，你来了。久闻蒋律师大名啊，今天可要拜托你了。郭总，你放心，在国内啊，还没有我打不赢官司。我就说蒋律师一定能赢的，待会儿蒋律师可得帮我好好收拾那个不知死活的被告律师。被告律师是谁啊？你们没有提我的名字吗？在国内的律师听到我的名字，应该没有人敢应诉。他叫李瑶雪，一个连律师都不是的半吊子吧？你说谁？李瑶雪，怎么了？被告律师原来是他呀！你们这个案子我接不了啊，你们找别人吧。蒋律师，你别走啊！你不是说在国内没人能赢你吗？你他妈也得看是谁，对不对？就算是红圈所合伙人的律师，我都可以试一试。但他可是李瑶雪，就算是1000个，也比不上一个他。你一个大男人怂什么呀？还比不过一个女人啊？你刚才不是吹嘘自己是全球律师竞赛的前10名吗？对啊，蒋律师，李瑶雪就是一个学过些法律知识的家庭主妇，又不是律师，不用怕她的。你们啊，还真是什么都不懂。对，没错，我是全球律师竞赛的前10名，可是他李瑶雪是那场比赛的第1名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她就是个家庭主妇，不可能是你口中说的第1名。我绝对没有看错，他可是我们律师界的传奇，他打的每一场官司
都是我们业界的典例，就连我的导师都要称他为一声李律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不可能这么厉害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这场官司我是不打，我是不怕打输丢的，我是根本不配做他的对手。很高兴再次和蒋律师成为对手，等会儿开庭，请多指教。李律，您说笑了，我哪敢是您的对手？我只是路过，马上就要走了。我劝你们啊，也别找别的律师了，在国内啊，还没有人敢做李律的对手。李律，您这次是准备复出吗？是啊，不然在家待太久，又要被人说成是吸血的米虫了。谁敢这么说您啊？您可是金牌律师，您要是米虫的话，我们这些人连活着都不配了。哦，我说你怎么敢自称是金牌律师呢？原来你是收买了蒋律师来捧你的臭脚啊！怎么被我说中了，无话可说了吧？你想象力这么丰富，不去做编剧真是可惜了。李瑶雪，你就别逞强了，只要你肯承认收买了蒋律师，同意净身出户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可以放你。凭李律的本事，他想赢这场官司，还用得着收买吗？你就别帮他吹了，他有什么本事能赢得全球律师竞赛？这个是全球律师竞赛的勋章，你们不信可以去查一查，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李律，我还有事，先走。手机给我。全球只有3人获得此勋章，你居然还是第一个获得此勋章的女律师，这怎么可能？对了，别忘了把你给他买的高奢礼物折价给我一半，这可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。就算你真的是金牌律师又怎么样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其他律师来治你。请便。王律师，我想让你帮我打一场离婚官司。没问题，顾总。被告律师是谁啊？我去跟他交涉。被告律师是李瑶雪。哎，喂，怎么挂了？你笑什么笑？你很得意是吧？确实挺好笑的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找到律师打赢官司。喂，刘律师，那个李瑶雪真没那么可怕。喂，宋律师，只要你帮我打赢李瑶雪，价钱你随便开。喂，怎么会这样？瑶雪，要不然我们自行和解吧，毕竟我们在一起6年了，也没有必要弄得这么难看，你说是不是？继续说。家里所有财产本来都是我挣的，婚内财产就别跟我争了。当然，我可以补偿你的，之前我转给你的钱和红包，你都可以不用还我。你可真是大度，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？哎，我们都是夫妻嘛，不用客气。想要调解？过来。想屁吃！李瑶雪，你不要禁忌不吃，吃罚酒。时间到了，开庭了。法官大人，只要你判我赢，你要多少钱随便你开。贿赂法官，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确定吗？苏静，被告提供的证据属实，根据无过错方权益保护原则，作出如下判决：全体起立。原告、被告感情破裂属实，准予离婚，驳回原告退回转账钱财的请求。原告涉嫌出轨且证据确凿，判原告净身出户，可留5万元作为生活费用，其余婚内财产即日转交被告。法官大人，凭什么我的钱要给他？我不服！我不服！鉴于原告多次无视法庭纪律，现加判原告扰乱法庭秩序罪，罚款5万元，立即执行。本次审理结束，
休庭。完了，我的家产都没了，全没了！你这个贱人，给我站住！恭喜李律师胜诉。谢谢师兄。好啊，这个贱人居然背着我出轨，我说怎么这么痛快就答应跟我离婚？原来是背后有人啊！李律师，你已经休业6年了，这次是要复出吗？听说李律师做了家庭主妇6年，重新站上法庭还有把握能赢吗？无论我何时站上法庭，我都是必胜的。这次的胜诉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李律师，你这么优秀的人，为什么会离婚呢？原因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私人问题不方便回答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律师公然出轨吗？李律师，你对出轨一事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李律师，你作为过错方，为什么还能胜诉呢？顾思培，说话要讲证据，否则我可以告你诽谤。证据不就本物？你胡说什么？李小雪，你突然想跟我离婚，就是因为这个小白脸？明明提出离婚的人是你，出轨的人也是你，要不要我把判决书给大家看看？那是因为你故意给我下套，你诈骗我10万律师费，还和这个小白脸里应外合的骗我上法庭，害我没有律师打官司，因此败诉。说完了。你别逞强了，老实承认了吧。我可以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放你一条活路。只要你肯放弃婚内财产，我可以考虑不把你出轨的事儿闹得人尽皆知。大家都录下来了吧？这个人污蔑我出轨，你们可得替我作证。那你诈骗我10万律师费总是真的吧？我骗你什么了？我是金牌律师，也是全球律师竞赛第1名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骗我10万律师费还不办事，你拿那么多钱也不怕撑死？赶紧把钱还给我！看清楚了，你备注的是自愿赠与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我们可以继续打官司，我奉陪到底。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思培，你给我闭嘴！都是因为你，我才会这么倒霉。思培，你别这样，就算没钱了，我们可以一起赚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起开！你身上穿的用的哪样不是刷的我的卡？还一起赚钱？你下辈子、下辈子也赚不到。思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以前从来不舍得我受半点伤害的。你真以为自己穿金戴银就是千金大小姐了？你这样也掩盖不了你身上的穷酸味儿，知道吗？顾思培，我跟了你3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李律师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渣男败诉，拿小三撒气，小三和渣男互撕了。原来出轨的是他！滚开你！这么抓马的剧情，你们可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对了，我前夫经营的公司好像还不错，大家赶紧去关注关注吧。别拍了，别拍了！什么情况，顾总？讲2句吧。顾总，顾总说2句吧。顾总，放过，找他去。顾总，他是谁？她是我妹妹。顾总，顾总，顾总，你再说2句。说2句吧，顾总。姚雪，李教授今天回国了。我爸回国了。今晚有欢迎会，你跟我一起去见李教授吧。我爸当初本来就不同意我退出律师界，嫁给顾思培，可是我辜负了他的期望，执意要跟顾思培结婚。他气得6年都没理我，现在也不会想见我的。其实，李教授这些年一直在关注你，他听说你要离婚，怕你受欺负，所以才回来的。是我辜负了他的期望。去见李教授吧，他一直想把红圈律师所交给你管理。听说了吗？律师界泰斗红圈律师事务所李松律师今天回国了，听说是来找继承人的。李教授不是跟女儿断绝关系了吗？难道是想认干女儿继承律所？上学的时候，李教授就说我聪明，想认我当干女儿，说不准这次他回来就是找我做继承人的。哦，今晚李教授举办欢迎会，大概率就是宣布这件事情。走。好，快走。哎，思培，我爸回来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爸可是律师界泰斗李松教授，很快他就会把红圈所中最出名的律所交给我来打理。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。那我岂不是可以把李瑶雪那个贱人踩在脚下了？
宝贝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能不能让你爸帮我上诉？我要把我的财产要回来。今晚欢迎会，我来跟他说，这件小事儿，他挥挥手就解决了。我的婉婉呀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。这次我看李瑶雪那个贱人怎么嚣张。我的宝贝女儿，妈妈看不到你登上法庭的样子了。妈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妈妈把这本吊坠送给你，保佑你能够百战百胜。孩子会穿过大雨，去懂人间的道理。我只能唠叨，妈妈，这次女儿不会再辜负你们的期望了。哎，咱们贴在这儿吧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李律师，恭喜你打赢了官司，欢迎回归。没错，李律摆脱了渣男，以后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那是必须的。李教授来了吗？楚律师去接李教授了，马上就回来。药师姐，你先坐，我们去帮忙。以前爸爸为了磨练我，没有对外公开我是他的女儿。这次爸爸回来，我会从头做起，成为他的骄傲。思培，以后这间律所就是我们的了。怎么是你们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，给我出去！渣男，你又来找吕律师干什么？赶紧出去！有的人呢，就是眼瞎，放着金牌律师不要，只宠那些会卖弄的小三。哟，你不会是后悔了吧？现在想来跟李律师道歉了？就他也配让我道歉？我再说一遍，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去！你敢叫我滚出去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婉婉可是李松教授的女儿，也是这家王牌律所的继承人，该滚出去的人是你说什么？听不懂人话是吗？这间律所现在是我的，我要你给我滚出去！李教授怎么可能会有个当小三的女儿？感情里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。李瑶雪，你别在这纠缠了，赶紧滚出去吧，不然待会儿我爸爸来了，他可不会放过你的哦。李教授只有一个女儿，那就是我。我怎么没听说我爸爸还给我生了个妹妹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？思培，你别听他瞎说。她要是李教授的女儿，这些年怎么不带你去见李教授啊？哼，差点又被这个贱人给骗了。我当初为了你这个人渣，跟我爸作对离家出走，我可真是瞎了眼。哎，你想去哪儿啊？我岳父大人可是律师界的泰斗，他已经答应帮我上诉了。你识相的话，就赶紧退还我的家产。上不上诉随便你，现在先放开我！把我妈妈给我的东西还给我！我爸很快就会帮思培拿回所有家产，在你净身出户，到时候你身上的东西也是我。你把我妈妈给我的东西还给我！起开！你想要项链啊？好啊，只要你跪下，给我和婉婉道歉，我们就会把项链还给你，怎么样？不想跪就算了，不要！我跪，我跪！姚学姐，不要！你到底跪不跪啊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请你把我妈妈给我的玉坠还给我。想要项链啊？想屁吃！不要！你们毁了我妈妈留给我的遗物！一个破吊坠，
碎了就碎了呗，我们又不是赔不起。你看他见钱眼开的样子，行呀行，喏，这都是赔你的。婉婉，我们走。站住！你又想干什么？这是我妈留给我的传家宝，价值1个亿。今天你们要是不赔钱，别想走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这个破吊坠要1个亿！婉婉，跟你爸说，告他敲诈勒索，我要把他送去坐牢。我看坐牢的人该是你们。你这个贱人，竟然还敢胡说八道！我今天非得好好收拾你不可！住手！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爸，你别生气，他不是故意勒索我和思培的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李教授，我已经和那个贱女人划清界限了，以后我会好好对婉婉的。叫什么李教授？快改口啊！爸，闪开！爸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管好妈妈给我的东西。没关系，爸爸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你真是李教授的女儿？爸，就是他摔碎了妈妈留给我的遗物。不，李教授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女儿给你做了6年的保姆，你以为她没靠山，你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出轨吗？你竟敢摔了我爱妻的遗物！你知道这个坠子多少钱吗？价值1个亿！你现在马上拿钱给我赔偿，不然我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李教授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给我松开，把他们带走。你这个贱人，你不是说你是李教授女儿吗？你敢骗我！我真没有骗你，他真的要我做他女儿的。带走！姚雪，姚雪！爸，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，不应该与顾思培结婚，还退出律师界。好女儿，现在也来得及。爸爸相信你会再次站上事业巅峰的。爸，我会重新穿上律师袍，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失望。带秦女士去写委托书。好，跟我来吧。姚雪，你来干什么？姚雪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被那个狐狸精迷昏了头，还要跟你离婚。我已经把他开除了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？顾先生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姚雪，我离不开你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你喜欢钱，家里的钱都归你管，只要你别离开我。我要是喜欢钱，6年前我就不会嫁给一无是处的你了。姚雪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再不走，我就叫保安把你轰出去。别，我走。姚雪，我一定会让你原谅我的。李律师，你丈夫看起来很爱你。他只是更爱他自己，如果有选择，他也不会向我低头。不要相信男人出轨后说的鬼话，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你的容忍只会让他肆无忌惮。李律师放心，为了我的女儿，我一定会离婚的。姚雪姐，你真厉害，又打赢了官司。今天高兴，晚上请你吃饭。好啊。真晦气，一出门就碰到垃圾。姚雪，恭喜你打赢了官司。姚雪，你能原谅我？姚雪，你到底要怎样才可以原谅我？你还好意思提原谅啊？你包养秘书3年，给小三买金银珠宝，给姚雪姐买地摊货，说是高档货。姚雪姐不注重这些外在的东西，可你不能把她当傻子骗啊！我知道错了，那个狐狸精已经被我开除了，我以后会好好对姚雪的。我呸！渣男装什么神奇，真恶心！姚雪姐，我们走。姚雪，你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
从你背叛我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哎，姚学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渣男为了陪那一亿吊坠，马上就要破产了。他要破产了？你可不能对渣男心软啊！他求你原谅，肯定是为了想让你帮他东山再起。放心吧，我可没有收垃圾的习惯。老婆，我公司倒闭破产了，贺华那个贱人把我剩下的钱全都卷跑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最爱的人只有你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收留我吧，我可以给你洗衣服做饭，你只要给我一口饭吃就行。老婆，我们结婚6年了，难道你真的忍心让我流落街头吗？我先去洗澡，一会儿我要喝汤。老婆，你去吧，我马上给你做。老婆，我给你炖了排骨汤，你尝尝。我不吃猪肉，你给我炖排骨汤。老婆，我不知道你不吃猪肉啊。结婚6年，你不知道我不吃猪肉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爱我。老婆，我现在马上给你换别的汤。老婆，我给你炖了银耳羹，这个呀，喝了美容养颜。等你做完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下次我给你早点炖。去把脏衣篓里的衣服手洗烘干，我明天要穿。好，我吃完饭就去。吃就知道吃，让你干点活磨磨唧唧的，我让你坐下了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洗。老婆，你别生气，别跟我走，赶紧去。我不是说了我要穿衬衫吗？你不去干活，在这偷懒。对不起，老婆，我做家务太累就睡着了。你才干了几天就累？你知不知道这些活我干了6年？赶紧去干活！你天天除了吃就是睡，要不是我养着你这只米虫，你早就饿死街头了。这个贱人竟然拿当初我对他说的话来羞辱我！喂，东哥，你再宽限我几天，我老婆可是金牌律师，她有的是钱，我很快就得手了，到时候钱一分不少的还给你啊！哎，好，没时间了，我必须尽快动手。要是刘雪还不给我钱，我就把她卖给东哥抵债。谁在外面？姚雪，听说你让你那个前夫住进你家了，那个顾思培肯定没安什么好心，你不能这么轻易原谅他。师兄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不过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老婆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润喉茶，你每天打官司可得保护好嗓子啊。来，润润嗓。放心，不烫，温度刚刚好。我自己来吧。还挺好喝的。这个是我给老婆精心准备的。我怎么头有点晕？你可能最近工作太累了，附近正好有个酒店，我带你去休息一下。顾思培，你想干什么？嘘，别说话，等会儿你的姘头就来了。什么姘头？你这是非法拘禁！你快放开我！再不放开我就……你就什么？你不就会打官司吗？怎么，你想告我，也得等你活的那一天。你想杀了我？我怎么可能杀我亲爱的老婆呢？唉，人交给你了，给我好好休息。顾思培，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干你了，不过不是我，是你藏在外面的姘头。
这3年，你背着我和姘头私会，现在终于被我捉奸在床了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怎么是胡说呢？人证物证都在，你婚内出轨证据确凿，所以该净身出户的人是你。所以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钱？你的钱？那是我辛苦挣来的钱，你这个贱女人凭什么拿走我的财产，害得我公司倒闭破产？那是你咎由自取，怪不了我。还嘴硬是吧？好，一会儿大名鼎鼎的金牌律师就要沦为人尽皆知的荡妇呢。到时候你的照片要是流传出去，以后还会有人找你打官司。顾思培，你无耻！我无耻，那也是你逼的。马上把钱给我，再给我200万，否则我让你身败名裂，再也当不了律师。你做梦！好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再过半个小时，我会来捉奸，你们好好玩。走，拜拜。你放开我，顾思培！哥哥一定会好好疼你的。你滚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动！放开我！别动！姚雪，没事吧？走。怎么回事？是谁报的警？是我报的警。你早就知道我会对你下手了是吧？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收留？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最近我查到顾思培借了100万的高利贷，现在他的公司破产，还不上钱，所以才把算盘打在我头上。顾思培为了钱什么都能干出来，你继续跟他在一起会有危险的。我就是要逼他动手，才能抓到他犯罪的证据。只有送他去坐牢我才安心。我需要师兄最近帮我盯紧顾思培，必要的时候报警抓人。好，我会配合你的，你也要小心。来，这个是我跟老婆精心准备的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故意下刀害我，你故意要人来抓我！警察同志，都是这个女的，是这个女人设计好一切，是她要害我。是我让你给我下药了，是我让你把我绑在这儿，还是我让你找人毁我清白？顾思培，你口口声声说我害了你，明明就是你自己自作自受，害了你自己。警察同志，我前夫对我实施拘禁，还找人试图侵犯我，手机刚才都录下来了。老婆，我没有想对你做什么，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，我实在是被高利贷逼得没办法了呀。老婆，你原谅我这最后一次吧，我保证一定会好好跟你过日子。那你以后只能去牢里度过。老婆，我不想坐牢，你不是金牌律师吗？你帮我辩护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去坐牢，老婆。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老婆，你不要丢下我。走，快走。恭喜李律拿下第100胜。谢谢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顾思培犯的罪太多，关了20年，等他出来之后，估计黄土都埋半截了。那都是他应得的。姚雪，你现在终于可以独当一面了，爸爸放心的把律所交给你了。以后我会当好一名法律人，一定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委托人。今天可是3喜临门大好日子，姚雪姐要请吃饭哦。没问题，走。走。离婚后，我重获新生，我的未来会更加精彩。